秃鹫为啥可以吃腐肉，还能够吃感染了病毒的肉啊？这一点在动物王国里基本上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就算是草原上的爱鸽啊，它们最多也就吃个腐肉，并不会吃感染了病毒的肉。但秃鹫就不一样了，它们不仅对肉毒杆菌有免疫能力，还可以愉快的吃下有炭疽杆菌的腐肉，甚至吃这个感染了狂犬病啊、猪霍乱甚至其他疾病的肉都不在话下。这些疾病对大多数的食肉动物来说都会造成致命的伤害的，对吧？那么问题是，秃鹫为啥这么强？为啥它们就不生病呢？其实秃鹫能够舒服的吃腐肉，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的高酸性的胃液。这种胃液非常的霸道，甚至能够杀死大多数的细菌和病毒啊。相信你还记得在高中化学的时候学过这个 pH 值啊，在初中的时候可能都学过啊。这个范围是从0到14， 0就代表了强酸性的物质，7就代表了中性物质，14啊就代表了这个强碱性的物质。那么人胃液的 pH 值会因为所吃食物的不同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往往会保持在1到3之间的，也是非常强的，对吧？那么另一方面，土爱奇秃鹫，这是秃鹫家族中最顽强的一个成员之一，它胃酸的 pH 值几乎是0啊，这听起来好像跟我们的差别不大，对吧？但我们要知道的是 pH 值它是对数，每个数字代表的这个是10倍的变化啊。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在极端情况下，一只土爱奇秃鹫的胃酸严格来说是人类胃酸的数10倍啊，其酸性非常的强，可以溶解很多的金属。所以说很多的细菌在秃鹫的胃里根本就无法存活，就算是有些细菌在土爱奇秃鹫的胃里侥幸的存活了下来，这些细菌它还要面对秃鹫强大的免疫系统。秃鹫被认为是拥有所有脊椎动物中最强的免疫能力啊，所以说在自然界基本上是没有通过食物传播的疾病啊能够对秃鹫构成威胁的。那我们人类为什么就不行呢？那至于人类为什么没有进化出同样的能力，这肯定是跟漫长的这个基因的筛选进化是有关的。这就说明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啊。在秃鹫的历史中，整天他们跟腐肉以及充满疾病的肉打交道，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能够完美处理腐肉的祖先会逐渐控制这个秃鹫的物种的这个基因库啊。那么随着基因的不断筛选优化，因此秃鹫就能够吃更多的腐肉，不会产生任何不良的后果。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人类并没有往这方面持续的发展，但是从我们人类胃酸的 pH 值来看，我们其实也挺强大的。这个酸已经可以杀死很多种类的细菌了，我们的消化能力也很强，这就说明我们的祖先跟其他的食物动物一样，有吃生肉甚至是轻微腐肉的能力。但是我们的胃还是不能处理某些特定种类的细菌，再加上我们人类大脑的进化、火工具的使用我们就变得更加的聪明、更加的高等了。这就使得我们发现，我们把肉煮熟以后，不仅香还得好消化，还可以避免被某些细菌伤害，所以我们不需要一直去吃腐肉，对吧？秃鹫他们就走了那条道路，而且他们也必然在这条路上花了更长的时间，让自己适应了以腐肉为食，对吧？当然，秃鹫再怎么牛，也不是啥都能吃的，有些肉腐烂的太严重了，他们也不吃。但这并不能阻止秃鹫清理自然界的垃圾啊。虽说这个肉现在吃不了了他们还可以吃骨头，而且这种饮食实际上比吃肉更加的这个有效，因为骨头里面的营养含量更高，而且骨头也可以无限期的保存，不会像肉那样会腐烂掉的。就是说，在动物死后肉消失了以后，那么剩下的骨头对秃鹫来说也依然是美味那么关于秃鹫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以前我们认为秃鹫是携带病虫害的物种，但生物学家认为这恰恰相反他们观察到，当秃鹫的数量在一个地区下降的时候，那么其他动物的发病率通常会上升的，有时会急剧的上升这是为啥？那前面我已经说了秃鹫的消化系统会杀死腐肉中的大多数的细菌这会使它们成为终端宿主。就是说，如果一只秃鹫吃了一个患病的动物，那么疾病的传播就到此为止了。再加上秃鹫喜欢把动物的尸体挑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说在有秃鹫密集的地区那么尸体传播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幅的下降的。如果没有了秃鹫，那么死亡动物的尸体就会被其他饥不择食的动物吃掉。这些动物的胃酸它不能处理细菌，所以它们就会带着细菌到处的传播。那么此外，秃鹫在进食的时候还会到处小便，那么高酸性的排泄物也可以杀死附着在它们腿上的细菌，还具有给尸体周围消毒的作用，这也能够阻止疾病的传播可以看出我们的自然界真的很神奇从食物的制造者植物开始，然后是食草动物食肉动物，最后还专门准备了食肉动物这个食物链是这个一环扣一环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非常的神奇这也说明了在自然界不会浪费一点点能量，对吧？真的让人惊叹。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2个关注，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